我这一生只信一件事，只要给我一把刀，一口锅，我就能把任何死局做成翻盘局。恭喜叶然成为本届国际厨神大赛最年轻的总冠军。他不是在做菜，他是在重新定义味觉。小谢，等一下，我奖杯呢？我厨师服呢？我刚拿的世界冠军呢？醒了就赶紧走！孙家肯出10两银子买你，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别装死！孙少爷脾气不好，去晚了人家反悔，你连10两都不值。冒面问一下，包售后吗？什么售后？就是买回去以后，发现我不会洗衣，不会扫地，吃的还多，脾气还大，能退吗？这叶家丫头是不是被水泼傻了？以前半天憋不出一句话，今日嘴倒是利索。死丫头，还敢胡说八道！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。我这个人别的不贵，手最贵。你这双手有什么贵的？连猪都能熬糊。好消息，我穿越了。坏消息，开局2手转卖。模样倒是能看，就是瘦了点。孙少爷爱折腾，能不能活过3日，就看他命硬不命硬了。3日？你们这是卖丫鬟还是送副本？他还不知道吧？孙涵打死过2个丫鬟，进了孙家，怕是竖着进去，横着出来。爹娘，咱们商量一下。你又想干什么？你们卖我是为了钱，对吧？废话，那10两也太少了，你们这是亏本买卖啊！亏本儿？哼，非常亏。本姑娘虽然看起来平平无奇，但实际上身怀绝技。你有什么绝技？做饭。听说他会做饭，叶家丫头不是连锅都能烧穿吗？很好，原主这口碑比我想象中还难救。侯府招厨，谁能让江世子吃下一口饭，赏黄金10000两。黄金10000两是好，可惜那江世子厌食成疾，御厨去了都没用，治不好可是要掉脑袋的。黄金10000两，厌食症，救命饭，这不巧了吗？你别告诉我你想去侯府当厨娘？对啊，你疯了！孙家好歹还能留你一口气，侯府治不好世子可是要掉脑袋的。那我算算啊，去孙家3天内大概率没命，去侯府做成了黄金10000两，做不成才没命，这不明显侯府胜率高吗？少废话，你今日必须去孙家。虽然破了点，但刀感还行。你去哪儿？去把自己卖个好价钱。这姑娘胆子倒是大，就是不知道是真有本事还是嘴硬。你敢？放心，要是我赚了黄金10000两，回来请你们吃席，带你们做小孩那桌。别人穿越不是公主就是千金，我倒好，开局2手转卖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有厨房，我就能翻盘。有没有自告奋勇的？只要能让楚年吃得下去饭，多少银子侯府都出得起，哪怕倾尽家财也在所不惜。治好了是功臣，治不好那可是掉脑袋的死罪啊！谁敢接这烫手山芋？敢问侯夫人，贵公子的命就值10两黄金吗？这不是叶家那丫头吗？她连个白菜都切不明白，跑来添什么乱？哪里来的疯丫头？来人，给她点碎银打发了，别在这儿影响正事。侯夫人，如果她不吃我做的饭，我提头来见。你提头来见？就凭你这小丫头片子？等世子病好了，我要黄金10000两和一处京城宅院，这条件换世子一条命应该不亏吧？黄金10000两，这叶家姑娘莫不是被她爹娘逼疯了？我看她是想借着做饭的名后混进侯府，妄图攀附权贵吧？放肆！本夫人没空陪你胡闹。来人，把她给我轰出去！不好了，夫人，世子爷他快不行了，他一说脉象都快摸不到了。楚年，我的楚年！行，你开的条件我都答应你，但你要记得，如果他不吃，那你的这条小命就给他陪葬。夫人放心好了，他要是不吃，你想的处罚，我绝无半点怨言。这就是我的主场。许久没好好吃饭，肠胃肯定虚弱的一塌糊涂，得先来点清淡的。这刀工怎么可能是一个毛丫头能有的？从穿过来到现在一口水都没喝，饿死我了。奖励自己一个炸鸡腿不过分吧？外酥里嫩，汁水四溢，不愧是我。快，叶姑娘，太医说楚年要撑不住了。
怎么是一碗粥啊？这穷酸样，世子爷看都不会看一眼的。就是，要说做点山珍海味还有一丝戏，就这么一碗清汤寡水的破粥，我看他这次肯定要没命了。燕窝鱼翅再好，虚不受补也是毒药，一群不懂行的外行。好帅，要不是受脱相了，这颜值放在现代绝对是顶流巨星。滚出去！还有人这么不识好歹？世子有所不知，你别看这是一碗普通的粥，但我用的可是顶级的火候。先是大火将米煮烂，再小火慢慢收汁，让蔬菜的清甜和米香完美融合在一起。你尝一下，肯定跟别人做的不一样。听不懂人话吗？我让你滚出去！够了！我就知道不该相信你这么个不靠谱的贱丫头！来人，把她拖下去，乱棍打死！走！完蛋了，软的不吃，那就只能来硬的了。你要干什么？保护世子！全靠这张嘴了，如果他吐出来，我今天绝对会被剁成肉酱。楚年，你觉得这个好吃吗？先别说话，再尝尝。只要你不说不好吃，我就还有活路，给我咽下去啊！把手拿开！被称为厨神这么多年，什么大场面没见过？顶级宴席我做过，最挑剔的食客我也伺候过，我怎么可能会怕一个厌食症的病秧子？世子，这鸡腿可不是普通做法，我先用独家调料将鸡肉腌透入味，锁住鲜汁，再下锅炸到外皮金黄酥脆。你刚才咬的那一口，外酥里嫩，肉香全锁在里面，越嚼越香，绝对不会有半点油腻感。听着好香啊，我肚子都饿了。世子，您倒是嚼一下啊！吃了，他终于肯吃了，老天保佑 ！Yes， 拿下了，我这条命还有万两黄金保住了。那碗粥，端，马上给您端过来。就一口，你要是觉得不好吃，我立刻撤退，绝不纠缠。吃了，又吃了。这卖相未察，胃口先开，实在罕见。楚年，你怎么了？等等，这反应不对啊！正常人吃到我熬的粥，不说当场感动落泪，也该眼前一亮吧？他这表情怎么像刚被迫吞了苦瓜汁？世子可是腹中不适，还是胸闷恶心。大胆！你是不是在粥里动了手脚，谋害世子，罪该万死？不是吧？我堂堂厨神大赛冠军，第一顿正式违反就翻车，这不科学啊！叶姑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米没问题，水没问题，青菜没问题，盐也没多放，整个流程标准到能写进教科书，怎么可能出事？叶姑娘，那是试用过的勺子啊！完了，不是粥有问题，是勺子有问题，准确的说是我有问题。我刚穿越第一天就跟高冷世子共用一把勺子，这在古代算什么？食品安全事故还是大型社死现场？拿开！误会，纯属误会。我刚才就是想证明粥没毒，职业习惯，职业习惯。用本义子用过的勺子。情况紧急，没顾上餐具归属权，所以不是粥有问题。回夫人，世子方才并非中毒之象，应是情绪波动所致。翻译一下，就是害羞了。重新做，做，马上做。新粥、新碗、新勺、新人生。出去。好的，世子爷，您放心，这一次我一定严格执行餐具隔离之律。大户人家的世子，胃娇气，嘴也娇气，勺子还娇气。叶然，奴婢这就滚去做粥。叶姑娘，这就是青菜粥，怎么闻着比鸡汤还香？他刚才切菜那几下，我眼睛都没跟上。世子饿太久，不能猛补，先把胃口哄回来，再慢慢养。叶姑娘，世子问粥好了没有？刚才还让我滚，现在开始催饭了，有进步。世子请看，新碗、新勺，干净的能照出您的盛世美颜。多话，能嫌我多话，说明精神好多了。慢些吃，别噎着。再盛。没有了。没有了？你多久没正经吃饭了？一下子吃多了，难受的还是你。侯府缺这点米？侯府不缺米，但您缺一个听话的胃。叶姑娘说的有理，楚年，你听她的。你倒会收买人心。不，我只会收买胃。明日早点送来。世子这是在预约明日早餐？退下。懂了，明日还想吃。第一日青菜粥，第二日山药鸡丝粥，第三日鱼片汤，第四日才能开始加肉。谁敢偷偷给他塞补汤，我先把汤倒了，再把人骂醒。奴婢记下了。叶姑娘，夫人吩咐，从今日起
厨房食材任您调度，您要什么只管开口。真的啊？那先来只嫩鸡，3条鲜鱼，2斤山药，再备点蚝米，还有给我准备一把顺手的刀。昨天那把菜刀钝得跟门板似的，切葱都像劈柴。冉冉啊，你昨日处年就是救了我半条命，这称呼升级的有点快啊。先前本夫人答应你的奖金和宅院都作数，只要楚年身子一日好过一日，你要什么侯府都给。很好，事业线稳了。夫人放心，我会把世子的胃一点点养回来。不过有一条，您不能心急，更不能乱补。我都听你的。今日又是什么？山药鸡丝粥配酸萝卜丝，养胃开胃，顺便治你嘴硬。最后一句多余。不多余，精准诊断。吃吧，今日限量1碗半，表现好，明日升级鱼片汤。本世子吃饭还要看你脸色。对，现在你的胃归我管。高冷世子不就是大型挑食猫吗？是毛就行。今日新品鱼片汤，先声明，不许咸，不许挑，不许偷偷让人倒掉。你话一直这么多。分人，一般人我懒得说，病号比较费嘴。怎么样？是不是鲜？是不是嫩？是不是感觉胃口突然亮了一下？勉强。勉强？世子爷，你说勉强之前，要不要先跟你的碗统一下口供？本世子只是饿了。懂，饿到连汤都喝干净。你可以退下了。好啊。明天本来想做糖醋小排，既然世子觉得我的手艺勉强，那就算了。站住！世子还有何吩咐？明日按时送来。送什么？糖醋小排。遵命。嘴硬但称实的世子爷。很好，我的古代退休计划正式启动。冉冉，这是先前答应你的赏金和宅院。楚年的身子一日日好转，你功不可没。夫人，您真是我见过最讲信用的甲方。甲方？就是贵人，大贵人。那你打算何时离府？奇怪，钱都到手了，我怎么还不急着走？嘴硬但称实的世子爷。世子的胃刚养回来，还没完全稳定。我再留几日观察观察，免得前功尽弃。好孩子，真是好孩子。世子，夫人已经把赏金和宅院地契给叶姑娘了。她收了？收了。叶姑娘看起来很高兴。她倒是高兴。谁高兴？无人。今日糖醋小排，外酥里嫩，酸甜开胃。世子若是没胃口，我就端走了。放下。不是没胃口。本世子何时说过？那请世子慢用，我还得去看我的地契，毕竟以后就是有房一层了。你很想走？也不是很急。那便不许急。世子爷，你这是舍不得我的厨艺，还是舍不得我？自然是厨艺。哦，嘴这么硬，迟早给你炖软。你今日只能走2圈，多一步都不行。你管得倒宽。你的胃归我管，腿暂时也归我管。还有什么归你管？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个厨娘，也敢在世子面前指手画脚。世子许久不见，看起来倒是比传闻中精神些。谁准你们进来的？世子如今连走路都要一个厨娘扶着，这侯府的规矩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姑娘，你说话一直这么酸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今日做菜也放醋啊，原来醋味是你带来的。你一个贱婢，竟敢讽刺我！我没有讽刺，我这是精准描述。果然是没教养的东西！你敢动他一下试试？世子息怒，言儿不过一时失言。来人，送客。以后这2人再入侯府，直接打出去。你别得意，一个厨娘而已，真以为能飞上枝头？飞不飞不知道，但我至少不会主动往泥坑里掉。他的话你不必放在心上。放心，我心大得很，而且我刚才赢了。赢了什么？嘴仗。完了，冰之蛮笑起来有点犯规。早膳半碗粥，中午鱼汤1碗，晚膳排骨3块，不错，明日可以升级一点点。你日日记这些，不嫌麻烦？当然不嫌，你这病能好，靠的就是科学喂养。科学？就是很厉害的意思。
冉冉，宫里传来消息，太后寿宴将近，御膳房要从京中选厨，若能拔得头筹，不仅有重赏，还能得太后娘娘亲口嘉许。宫廷厨艺比赛，你想去？想啊，这可是古代顶级厨师大赛。我是说，这是为侯府争光的好机会。不必找借口，你想去，我带你去。这么爽快？你不是说给你一把刀一口锅，什么死局都能翻盘？世子爷记性不错啊。本世子只是想看看，你还能翻出多大的局。那你可看好了，侯府这一局我已经稳住了，接下来该去宫里开下一局了。既然要参加宫中招厨，明日便得早些出门。小翠，给冉冉备一身得体衣裳。是，夫人。得体衣裳，我现在这样不行吗？你是去宫里，不是去后厨抢锅。可我是去比厨艺，本质上就是去抢锅。抢锅也得穿得像个人。世子爷，你骂人越来越高级了。宫里规矩多，不能太随意。明日让楚年陪你去，我也放心些。夫人，您放心我，还是放心他？都放心。明日辰时出发，别迟到。放心，我这个人参加比赛从不迟到，除非被吊灯砸穿越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明日一定准时，让京城厨子见识一下真正的降维打击。什么打击？就是很厉害的意思。嫣然，怎么了？宫里不比侯府，明日若有人刁难你，不必应承，有我在。救命！这个男人怎么能一边嘴硬，一边说这种让人心动的话？世子爷，你放心，我这个人别的不行，最擅长把刁难我的人气到吃不下饭。那倒确实。你这是夸我吗？你可以这么理解。楚年，你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。母亲看错了。好家伙，这场面比我以前参加总决赛还热闹。你以前还参加过别的招厨？梦里参加过。你的梦倒丰富。厨师想象力不丰富，怎么创新菜品？是孙家少夫人柳烟，她也来了。听说她为了这次寿宴，花重金请名厨指点。哟，我当是谁？原来是侯府那个厨娘。你好，花孔雀小姐。你叫我什么？不好意思，说顺嘴了。主要你今日穿得太隆重，我还以为是报名处请来的开屏表演。叶姑娘牙尖嘴利，只是不知厨艺是否也有这般厉害。孙公子，大清早摇扇子不冷吗？还是说装斯文是你们家的保留节目？叶然，你别以为攀上侯府就能改命，今日比的是厨艺，不是嘴皮子。你说的对，所以你现在闭嘴，对大家都好。柳烟，报名处不是孙府，没人怪你撒泼。世子如今身子倒是好了不少，看来这厨娘确实有几分本事。不用客气，你直接夸我厉害也行。你倒是不谦虚，实力不允许。太后寿宴招厨初选，现在开始，每人一道菜，限时半炷香，亮出看家本领。待会儿我倒要看看，你除了会熬粥还会什么。那你可得睁大眼睛，别眨眼，容易错过人生高光。世子爷，你怎么还站这儿？不找地方坐着？看你有没有丢侯府的脸。哦，监路员。监路员就是表面上看比赛，实际上负责盯人的人。你知道便好。这人怎么越来越会接话了？以前不是高冷病美人吗？现在是怎么回事？叶然，清醒点，比赛呢，先搞事业。这八宝酿鸭讲究火候、刀工、调味，缺一不可，可不是随便煮点粥就能糊弄过去的。他就拿一块豆腐。太后寿宴招厨，他准备用豆腐打天下。年轻人胆子是真大。豆腐看着普通，其实最考刀工，越简单越见真本事。他在切豆腐，这刀法不对劲儿啊！哇，
文思豆腐，不，比文思豆腐还细，这得是什么手？这刀工简直神乎其技，还行，穿越之后手感没丢。没想到他还有这手本事。太后寿宴看的是菜品，又不是杂耍。切豆腐只是开胃小表演，正菜还在后面。清而不淡，鲜而不腻，好啊！幼稚，叶冉是头名，不过是初选罢了，复选才是真正见分晓。确实，所以你要加油啊，别输得太快，不然我没有参与感。你不该激他。为什么？他心胸狭窄，定会找机会生事。那就让他来呗。我不怕别人找事儿，就怕没人给我送爽点。爽点？就是让观众看了很开心的地方。你说话总像从别的地方来的。可能是我见识比较广。方才很厉害。世子爷，这是夸我吗？陈述事实。懂。世子爷的夸奖也是嘴硬限定款。回府。来了，夸完就跑。世子爷，你真的很不经动。这就是皇宫啊！怕了？怕倒不怕。那为何忽然不说话？我在想，宫里厨房应该很大吧？你入宫第一件事就是想厨房？厨师道新地图，当然先看厨房配置，万一灶不好用，很影响输出。输出？就是发挥。嫣然，一会儿见了太后，收敛些。明白，少说话，多做菜。你能做到？努力做到。世子爷，宫门口这么多人呢。台阶高，怕你摔了，丢侯府的脸。哦，又是侯府的脸。好家伙，撩完就撤，高手。这里是皇宫，不是侯府，今日可没人能任你胡言乱语。你说的对，所以你也小声点，别一会儿先被宫规请出去。今日复选，诸位需各盛一道寿宴主菜，由太后娘娘亲自品鉴，寓意技法与格局。寿宴主菜自然要华贵吉祥，岂是一碗豆腐汤能登得上台面的？叶姑娘，你确定今日主菜用白菜？确定。今日太后亲品，你可莫要太冒险。管事放心，越普通的食材，越适合惊艳满场。又想翻盘？这次翻个大的。太后寿宴讲究的就是富贵吉祥，八宝酿鸭寓意八方来福，福寿绵长。若只拿些清汤白菜糊弄，岂不是寒酸？柳姑娘这道菜寓意确实好。叶姑娘，这真是白菜吗？是白菜，但不是普通白菜。哪里不普通？贵在它即将变得很贵。叶然，你还真敢端一碗白菜上去？柳小姐，你要尊重白菜。白菜有什么可尊重的？它待会儿可能会让你怀疑人生。我倒要看看一颗白菜如何赢我的八宝酿鸭。那你可要坐稳，别一会儿被白菜撞飞。什么飞？就是惊艳到你的意思。时辰到，诸位准备盛菜。这丫头每次露出这个表情，便是有人要倒霉了。叶然，你该不会真打算用一碗白菜糊弄太后吧？纠正一下，不是一碗白菜。那是什么？是一碗会让你闭嘴的白菜。你就嘴硬了，等太后尝完，治你一个欺瞒之罪，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。柳小姐，你怎么总盼着别人倒霉？你这样很影响面相的。太后娘娘驾到！今日试菜，哀家只看两样，一看手艺，二看心意。能主理寿宴者，需让哀家吃得舒，也让满座宾客吃得体面。回太后，今日入选厨师共12人，皆已备好菜品。那便开始吧。臣妇柳烟，献菜八宝酿鸭。愿太后娘娘福寿绵长，八方来福。寓意倒是极好，瞧着也热闹喜庆。柳家女儿虽张扬，手艺倒有几分。鸭肉酥烂，八珍入味，寓意也应景，不错。多谢太后娘娘夸赞。笑吧笑吧，等会儿你就知道，真正的大招从来不靠香味外放，
下一位叶冉。民女叶冉，现菜，开水白菜。开水白菜，这名字也太不是一般的。这听着怎么像民间清贫人家的饭菜？叶冉，我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，原来真是端了一碗白菜上来。柳小姐，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什么话？不要小看任何一颗白菜，它可能比你有内涵。你这丫头说话倒有趣，既然叫开水白菜，便揭开让哀家看看。这不就是白水煮白菜？再好的刀工也不能这么糊弄太后啊！叶冉，你不会真以为太后娘娘没吃过白菜吧？这等粗鄙东西也敢往寿宴上送？太后娘娘，菜好不好不在名字，也不在外表，请娘娘先尝一口汤。若有人敢借此羞辱她，我绝不会让他们好过。怎么回事？太后为何不说话？难道真有那么好吃？这道菜是谁教你的？回太后，无人教我，是民女自己琢磨出来的。不可能！她从前连粥都熬不好，怎么可能做出让太后娘娘惊艳的菜？这菜定有蹊跷。柳小姐，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？你又想说什么？像一个考不好就怀疑别人作弊的差生。你说他的菜有蹊跷，可有证据？他身份低微，又一直在侯府，谁知道是不是侯府私下请了名厨替他准备？柳烟，污蔑侯府之前，先想清楚后果。来了来了，他又开始护短了。虽然我能自己怼，但有人撑腰的感觉好像也不错。太后娘娘，叶冉这些日子在侯府，所有饮食皆由她亲手所做，臣的身子也是因她的饭菜才逐渐好转。此事侯府上下皆可作证。能让你开口替人作证，倒是难得。臣只是陈述事实。世子爷，你这陈述事实挺帅的。站好。哦，既然有人质疑，那便让在场诸位都尝尝。将这道开水白菜分下去，让众人一同品评。看着确实清淡，太后娘娘方才反应那般大，莫非真有玄机？这汤不简单。紧张？怎么可能？我可是见过大场面的人。既见过大场面，就别捏袖子。你看见了？你紧张时小动作很多，观察的还挺细。救命！他怎么越来越会了？这还是那个让我滚出去的厌世世子吗？这汤怎会如此咸？明明看着像清水，入口竟有这么厚的味道。鲜而不腻，清而不寡。吃完八宝酿鸭再尝这汤，竟像被解了腻。白菜也软嫩清甜，入口竟有回甘。老师傅，您看如何？老夫做了一辈子汤，却从未见过能将浓味藏得如此干净的手法。叶姑娘这道菜看着朴素，实则极见功夫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她一个厨娘，凭什么赢我？稳住，叶然，低调优雅，别笑得太像拿了冠军。想笑便笑。不行，我现在代表侯府，要端庄。你何时端庄过？世子爷，你现在攻击性很强啊！陈述事实。行，你等着，回府我给你做苦瓜宴。不许。怕啦？你舍不得。不是，这男人怎么回事？以前不是只会冷脸吗？现在怎么会反妞了？嫣然，民女在。这道开水白菜，哀家很喜欢。好菜不在贵，在巧；不在繁，在精。多谢太后娘娘赏识。太后娘娘，这道菜即便好，也不能证明是她亲手做的。她怎么还没完？这姐们是反派续航型选手吗？你还想说什么？臣妇并非嫉妒，只是觉得此事蹊跷。叶然出身低微，从前毫无出名，如今突然拿出这等手艺，难道不值得查问吗？有些道理。这次就我自己来。好。柳小姐说的对，我出身低，不代表我手艺低。我以前没名气，也不代表我没有本事。厨艺这件事，不看出身，不看家世，只看手里有没有功夫，锅里有没有真章。否则，照柳小姐的意思，菜不是人做的，是门第做的。你少曲解我的意思，我只是顺着你的逻辑往下说。你说我出身低，所以不可能会做菜，那是不是出身高的人闭着眼都能做出好菜？比如柳小姐你。既然你怀疑我，不如我们当场再比一次。你选食材，我做。你若能挑出问题，我认输；若挑不出，如何？你就当着太后娘娘和诸位贵人的面，承认你输不起。他从来不需要躲在我身后。
好，哀家许你们再比一场。今天不把他打服，我都对不起这颗白菜。不行，我不能慌，他不过侥幸会一道唐菜，临场发挥未必还能赢。既然是你质疑，便由你来选食材。既然叶姑娘说出身不论高低，食材也不论贵贱，那便用这些最普通的东西做一道菜吧。短时间内想做出惊艳菜品难。怎么不敢了？柳小姐，你人还怪好的。什么意思？给我选的都是我擅长的。你方才忙了许久，可撑得住？放心，我以前连续比赛10几个小时都撑得住，这才哪到哪。以前？我是说以前梦里。手上有水，擦了再拿刀。更完了，这种细节性温柔最要命。世子爷，你这样会影响我发挥的。为何？太贴心，容易分心。那便专心。遵命。这是羹，家常豆腐羹。我还以为你要做什么惊天大菜，不过一碗豆腐羹。柳小姐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你每次说不过的时候，最后都会被打脸？请太后娘娘品尝。这味道，倒叫哀家想起年轻时在民间过的一碗热羹。那时并无山珍海味，只是一碗热汤，却让人记了许多年。太后娘娘，寿宴菜自然要有华贵体面，也要有暖心络腹。再好的珍馐，吃多了也会腻。一碗舒服的热羹，却能让人记住被照顾的感觉。说得好，太后娘娘，她不过是碰巧做了合您口味的东西。柳小姐，要承认别人优秀，确实有点难。你可以慢慢练。叶然，初选与复善，你皆让哀家看见了本事。半月后的寿宴，哀家要你协助御膳房主理菜品。民女遵旨，定不负太后娘娘厚望。看吧，我赢了，事业线拿下，顺便好像还拿下了一点点世子爷的心。你已经看了6遍，这可是太后给的工作证。工作证就是能证明我可以进去工作的东西。以后进宫做菜就靠它刷脸。刷脸？靠它通行。今日谢谢你，谢我什么？替我作证，替我挡柳烟，还有刚才给我帕子。小事。对你是小事，对我不是。我知道自己能赢，但有人愿意相信我，这感觉挺好的。我说过，有我在。来了来了，又是这种低音直炮。你今日这么护着我，该不会是怕我出了事，以后没人给你做糖醋小旁吧？不全是。那还有什么？怕你受委屈。救命！他是不是不知道自己现在很犯规？我哪有那么容易受委屈？我嘴这么厉害，别人一般委屈不过我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只负责看着，免得你把人气晕过去。世子爷，你现在学坏了。近朱者赤。回府不给你做夜宵了。半月后你要进宫忙寿宴，需提前试菜，糖醋小排、鱼面汤、豆腐羹都要练。你这是让我练菜，还是你想吃？两者并不冲突。江楚年，你真的变了。哪里变了？以前是高冷厌食病美人，现在是会点菜、会护短，还会反撩的饭搭子。饭搭子？就是一起吃饭的人，很重要的关系。只是一起吃饭？哎呀，今日天气真不错。外面在下雨。好，装傻失败。冷盘先出，汤羹压后，鱼别蒸老，糯米鸡出锅前再淋荷叶汁。热菜不能拖，凉了味道就塌了。都听叶姑娘的。这锅汤清了，叶姑娘，你看火候可行？可以，关小火，别让鲜味跑了。别看了，冉冉忙着呢。我没看。你只是刚好看了17次。怎么还惦记江楚年？闭嘴！人家如今风光得很，身边还有个厨娘替他出头，你后悔也晚了。上菜！这冷盘竟能做到如此精巧，不油不腻，层次分明。太后娘娘今日这寿宴实在别开生面。这开水白菜，哀家上次听太后娘娘提过，今日一尝，果真名不虚传。叶冉这丫头倒是没让哀家失望，想笑便笑，
母亲看错了。我今日看得很清楚。今日寿宴菜品甚合哀家心意，叶然上前听赏。民女多谢太后娘娘，稳了稳了，事业线今日直接升职加薪。太后娘娘，不好了，我儿腹痛难忍。爹，我肚子疼。莫不是菜有问题？这可是太后寿宴啊！不是吧？我奖金还没捂热，是故就来加班。定是他，定是这厨娘在菜里动了手脚，害我儿腹痛。孙大人，太医未诊，菜品未查，你便急着定罪。我儿在寿宴上出的事，菜又是他主理，不是他是谁？满殿宾客皆用了宴，为何只有孙寒一人腹痛？传太医验菜，事情未明之前，谁也不许妄下定论。世子爷，你这挡人动作越来越熟练了。别贫。好，先破案。怕吗？有点。怕奖金飞了。奖金不会飞，人也不会有事。想碰死我的饭。太医，我儿是不是中了毒？回太后，孙公子并无中毒之象，只是饮食不调引发腹痛。是中毒？即便不是毒，也必定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。就是那道菜，我吃了它之后才腹痛。这道菜不是我做的。今日寿宴由你主理，还敢狡辩？孙大人别急，极容易暴露心虚。今日寿宴菜谱皆登记在册，菜单里根本没有冷拌银丝笋。诸位大人，不妨看看自己桌上可以。你狡辩！太医说了，你没中毒。我若冒杀头罪在太后寿宴动手，目的只是让你跑几趟茅房。你吃坏肚子我同情，但想把锅扣我头上，我不同意。我是厨师，不是背锅侠。查谁传上桌的，给哀家查清楚。臣已经命人去查传菜内信。你什么时候查的？从你看见那盘菜皱眉的时候。完了，这种默契比直球还要命。回太后娘娘，人抓到了。太后娘娘饶命，奴才只是收了银子传菜。谁给你的银子？是孙少夫人。你胡说！太后明鉴，这奴才定是被人收买来了陷害孙家。他们这个反应比锅里水开了还明显。别笑，我不笑，除非忍不住。带柳烟上来。柳烟，真是你！你疯了！还不是被你们孙家逼疯的吗？你人前装温润公子，人后稍有不方便打我骂我，我偏不闭嘴。你怕丢脸，我就让你在太后寿宴上丢尽脸。好好一个寿宴，硬是被他们演成夫妻互撕现场。叶然，你也别得意，你不过是个厨娘，凭什么太后赏识你？凭什么江楚年护着你？凭他有本事，也凭我愿意护他。救命！这个场合说这个合适吗？寿宴之上私放药物、诬陷主厨、扰乱宫宴，柳烟、孙家都该罚。太后娘娘明鉴，此事与孙家无关啊！哼，无关？你父子二人，一个无视纵容，一个殴打妻子，还说无关？奖金保住了，还有命。我说过，都不会有事。叶然，民女在。今日寿宴你做得很好，菜做得好，人也稳得住。多谢太后娘娘夸奖。来了，古代版项目尾款终于到账。稳住！我很稳。你不像。叶然，除了这些赏赐，哀家还可以允你一个心愿：金银、宅院、自由身，甚至让你入御膳房做女掌厨，哀家都可考虑。奖金不会飞，人也不会有事，也凭我愿意护他。完了，叶然，你不是来搞事业的吗？怎么搞着搞着把自己也搭进去了？太后娘娘，民女确实有一个心愿。说，民女想请太后娘娘赐婚。赐婚？赐给谁？赐给侯府世子江楚年。你可想清楚了，哀家给你的赏赐足够你一生富贵自由。若嫁入侯府，便不只是做菜那般简单。民女想清楚了，我从前最想要的是活下去，后来想要钱，想要宅院，想要自由。可如今我发现，有一个人会在所有人质疑我的时候站到我身边，会嘴上说顺路，却绕半个京城给我送羹，嘴硬挑食，脾气还不小。可他信我，护我，也记得我每句随口说过的话。太后娘娘，金银我也喜欢，宅院我也舍不得，但人这一辈子总得选一次比奖金更贵的东西。比奖金更贵？对，长期饭搭子。臣江楚年心悦叶然，此生若得她为妻，必护她、敬她、信她。
不让他受半分委屈。世子爷这么正式啊？聘妻自然正式。救命！这个男人现在直球打得越来越准。好，既然一个敢求，一个敢应，哀家便成全你们。叶冉厨艺卓绝，聪慧果短，今日又在寿宴上立下大功，哀家特赐婚叶冉与侯府世子江楚年，择吉日完婚。臣服谢太后恩典。你不后悔？后悔也晚了，圣旨都下了。晚了也不许后悔。那你以后还挑食吗？只挑你做的。世子爷，这话勉强算甜。以后会更甜。小姐今日真好看。好看是好看，就是有点重。我现在感觉自己像一只精装版烧鹅。新娘子的嫁衣都重。怎么不好看？好看，今日很好看。世子爷，你今日嘴怎么这么甜？成亲当日该甜些。江楚年，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会了。只对你。我刚来的时候只想活下去，后来想赚钱，想自由，想有自己的厨房，没想到最后多了一个你。后悔吗？不后悔，毕竟像你这么好看的长期饭搭子，错过了很亏。只是好看，还听话，能吃，不浪费粮食。叶冉，在呢，夫君。再叫一遍。加钱。都给你。明天早上想吃什么？你做什么，我吃什么。很好，婚后第一条家规，不许挑食。遵命，夫人。